大乱将起，南唐西属南汉、南楚，各国皆有使节的京师打探消息，勾连重臣，临时待变。若朝廷大军不能御敌于河北，北朝铁骑纵横大河左右，诚恐五胡16国之祸再现于今日。水丘赵劝，臣在。边郡军情可有异动？南唐诸军未动，南汉、南楚诸军皆有北调之迹象。户部库藏如何？去年到今年，连续2个丰年，库藏充盈，用兵备载皆可无虑。袁相公，冬岁将至，又该遣使和天子争大了吧？正是。局势未待，臣愿意再走一遭汴梁。如此便以尚书右仆射、镇东军节度副使、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事、天下兵马都元帅府判官水丘昭劝为贺征旦使出使京师。加一条，以检校司空、内衙兵马都指挥使、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为副使。大王，如此危局，汴梁朝廷那里怕不是在搏命？局面危殆，朝廷那边在搏命。若真个如50年前一般天清了，孤也要搏命。水丘公此时北上，更是要豁出性命的。我吴越前世宗子，谁能置身事外？九郎。孤明白与你说，此一去福祸难料，是要豁出性命的。敢去吗？启禀大王，这如许大的祸事，臣弟胆子小，不敢去。但久闻京师繁华盛景，所食所用皆极尽奢华富贵，吴越偏鄙之地，不能及也。臣弟项目垂涎久矣，愿随水丘公前往京师一游，以慰平生。北方战况不明，从莱州登陆之后，怕是后面的路便不好走了。郎君可是要受些委屈喽？使君、郎君，前面似乎有些不妥。啊！啊！你看，黄龙社的战船啊！哈哈。是我阿兄，阿兄，阿兄，三哥，契丹铁骑再奢折强横，他总不能一口气骑着马冲过长江来吧？中原之地，便是搅成了一锅烂糊粥，换上他20-30个朝廷，70-80位天子，又何损于我吴越半分？郎君这是在吴越太平之地待久了，未曾见过天崩地裂之危啊！汴梁城中，谁做天子，皆是一般的称臣奉表纳贡，那天崩地裂，又与我等何干？嗯。那个人在做什么？他太饿了。这。
梁军，还是用一些的好。眼见入了冬，北方越走越冷，肚子里边没了热乎劲儿，身子遭不住啊。再来一片。此番回去，我再也不用捕头熬汤了。那些丢在路边的遗骨，玉宦官是完全不管吗？这里是平卢军的辖地，从黄巢起乱到现在60-70年了吧？兵乱加上病患，年年都有人死在道左。中原的一所早已经被废止了，这里又不是州县的治所，谁会理这些？你们看到的那些尸骨，是他们怕阻塞道路，妨碍过兵，这才清理到路边的。这么多尸身，是要出大事的。这北边来的人，真是一点忌讳都没有。他们当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。疾病固然是可怕，但是比起兵乱死去的，或者是那些被掳去充作军粮的，能够患病而死，已经是大福了。杨军，你不喝一些吗？似是有贼人，警戒！使君、郎君，这边无事吧？出什么事了？启禀使君、郎君，来了一伙子夜贼，身穿官军的服色，貌似在追杀什么人，一路逃一路追，见这边有火光，便撞了进来。将士们可有损伤？咱们人多，又有防备，阵型结得硬实，没有死人，伤了12个，重伤4个。贼人呢？贼人有马，没能全部留下，逃了11个，可留下活口。有2个轻伤，马腿斩断了，见走不脱，自枪了。哦，前面逃的3人，死了2人，还剩1人，身中3箭，背后挨了1刀，还有口气儿在，救吗？河东军，贼人的尸首在哪里？林子里。带我们去看。请。他们穿的是官兵制式的衣甲。很显然，他们不是契丹人。使君，这是从一个军校身上搜出来的。魏博牙校，
班汉内外马步军孔目。这是河东晋阳军的编制，字里可用距太原便有了，实则是沙陀人的亲兵。这孔目大约是个官职吧，却不知道是做什么的。收拾下东西，即可动身。此处不可久留。那个人呢？他伤太重了，走不了的。一旦受了风寒，只会死得更快。北边藩镇之间的仇杀龃龉，非我吴越偏帮所能预闻。这件事咱们管不了。那便把他扔在这不成？用马驮着带走不行吗？郎君，咱们马匹本来便少，再带上4个受伤的亲兵，便有4个督校要走路行军，那些都是咱自家兄弟，都体谅的。此人身份未明，为了他强令督校让出一匹马来，弟兄们怕是要有些议论的。谁要你们让马了？将我的马牵来，用我的马驮着他，我自家走路去汴梁。好了，收拾完了，动身吧。郎君，骑卑职的马了。从登岸到现在，就没见到过几个活人。你上一遭来也是这般模样吗3年前这里萧索归萧索，但是县城周遭还是有人烟的。郎君，江主，今日已经不热了，此一关该是渡过去了。他何时能醒过来？确实不知。等到了京师，给他寻一个好些的医师，再好好诊治一番。接着睡。